哎，你吃吧，我回去了。是回家等郑记者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不是你说的不想在工作场合谈私事儿。这样会不会太唐突啊？他会不会一生气，更不给我果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郑书记，你不能输。管他生不生气呢，今天必须问出个具体意见来。不是不小心，不是刚好而已，更不是为了听一句对不起，只是想靠近，只是喜欢上你，只是多了一点点。郑记者，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卡稿卡成这样，你不知道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感觉你可能想见我了，所以就来找你。说说看，你怎么就感觉我想见你了？那不然您卡我3次稿子，什么意思？原来是这样，不错，不卑不亢，态度坚决，一套逻辑下来行云流水，我几乎也要这么认为。我的稿子，连我的主编和总编，财经新闻界最挑剔的魔头2人组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您居然卡了3次，还什么具体意见都不给。除了想见我，还能有别的理由吗？我的理由就是不满意。不满意？哪里不满意啊？你一处处指出来，我一处处改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说不出哪里不满意，那就证明你是想见我了。你故意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，让我主动来找你。第一版，溢美之词太多。我认为一篇优秀的个人专访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公关文，行文应该更加理性、客观。记者可以有自己的喜恶，但不应该影响读者的阅读和思考。啊？你自己应该也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第2版你转换为了客观的陈述，内容也没有任何遗漏。但是由于过于在乎完成性和客观性，因此缺少相对的重点。这篇专访的重点应该是云创的未来，而不是名誉集团，更不是我的个人发展。那现在的这版呢，有什么问题？这一版你下了不少功夫，问题也改善了很多，但我认为应该留下探讨的空间。我记得那天我在车上就说到过，我认为一个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性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状况。我说出这个观点，目的是为了讨论，而不是下结论。因此，我认为你在输出官方稿件时，应该更加还原我表达的程度和最真实的态度。您说的意见我都虚心接受，这句话确实是我写的不够严谨，但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总不至于因为一个程度问题就让我全篇重写吧？稿子拖了这么久，再不交稿，杂志社就要开天窗了。我是真的很想写好这篇稿子，还请您帮助我。
云创是一家非常有信誉的公司，一直以来追求的也是严谨。因为理解不同，你就把我这句话写为较为绝对性，代表我个人观点和判断的新闻。但其实我更想探讨的是这个行业的可能性，意思截然不同，产生的影响肯定会大相径庭啊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那我现在就改。你过来，不是要改稿吗？进去改。哦。冬天做的梦太易碎，蝉鸣声叫醒了熟睡。这么晚去他家改稿，不太方便吧？万一再碰上他外甥女就不好了。石总，这么晚了，我去你家，方便吗？都堵我家门口了，这会儿开始担心我不方便了。哎，我这不是改稿心切吗？放心，没有人可以打扰你，你一定可以改到我满意为止。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，有微醺的风味，不要再皱眉。你像气泡水，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酵随风吹，我为你留下机会，等风醉，饮几杯，还真是来改稿的。小月啊，你确定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这个礼物就算是小舅舅也难得一见。酒呢是好酒，但是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抱太大希望。如果他知道你送他这个酒是为了求他让你不要上班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要不你把这酒送我得了，别浪费了。哼，想得美！我可指望他救我于水火呢。你不帮我，就连外公也不帮我。这瓶酒现在就是我唯一的救星。玫瑰花的盛放，带着丝的芬芳，在酒眼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痴狂。你是我的你喝什么？柠檬水，谢谢。苦涩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凉。玫瑰绽放绚烂的憔悴，玫瑰散发微醺的迷醉，玫瑰流露隐晦的暧昧。谢谢石总。记性真好。玫瑰拥抱将刻下部位，玫瑰花的盛放，带着丝的芬芳，在酒眼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痴狂。你是我的宝藏，
笑颜中的妄想，哭词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良。玫瑰绽放绚烂的憔悴，玫瑰散发微醺的迷醉，玫瑰流入隐晦的暧昧。玫瑰最危险也最高贵，玫瑰最强悍也最柔美，玫瑰拥抱绽刻下无畏。玫瑰花的盛放，带着刺的芬芳，在酒眼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痴狂。你是我的宝藏，笑颜中的妄想，哭词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良。散发最迷人的花香，绽放心中的希望，在这狂风去荡漾。用骄傲的刺的倔强，记下梦想的模样，留住最怎么了？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有啊。那是怎么了？我想喝你手里那个。哭词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良。哭词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良。谢谢。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看来这斩蓝色也没什么用。喂，我很忙，不方便。别呀，小舅舅！小三，怎么了？有人要来吗？没有。你那个外甥女是不是要回来了？你好像对我那个外甥女很感兴趣啊。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会？我都不认识她。全面营养，100年精研。海普诺卡1897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郑书意超爱的胃口卫生巾，邀请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他说他很忙，不方便。我上次找他也是这么说的。这男人啊，哪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？除非是跟女人在一块儿。我看你小舅舅啊，肯定是金屋藏娇了。金屋藏娇？3年了，小娇娇这棵铁树终于开花了。哎，你见过那小娇娇吗？实验不让我见，我怎么可能见得到啊？难道你见过他的女朋友回家？
改好了，您看看。怎么样？还啰嗦？行吧。就不信改不好。精简过了，石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说的这段话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什么意思？自己想。不然我直接帮你写。行了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要修改的地方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如果您满意的话，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？更进一步。更进一步探讨专题合作的可能性。既然您对我的稿件满意，那想必对我的改稿服务也应该满意。所以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专题？我与你更进一步，那有什么好处？如果您接受我的提议，我一定好好完成这个系列的稿件，保证你满意。不过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要求。哦？我希望这些稿件可以发表在财经界的电子刊上。你们财经界的记者都这么会做生意吗？我还没有答应你的专题采访，你就在给我提别的要求了。唉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唐突了。我应该循序渐进，做完这个专访再跟你说的。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？石总说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谈私事。对哦，他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喜欢谈私事，那私人场合和私人时间肯定也不喜欢谈公事。那，请石总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然后，能不能现在给我回一个邮件确认？啊，按照流程，这个应该我们公司公关部来确认。明天我也会仔细再看一遍。好的，石总，明天你有任何问题尽管提，我没问题，还可以再配合修改。真的没问题了吗？真的没问题了。你大半夜来陌生男人家里面这么久，你男朋友也没问题啊？我没男朋友了。真的呀，我跟你第一次见面那天，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了。
就是官事晚宴那天，在华纳庄园外面，你还记得吧？所以呢？所以，我可以追你吗？只是想靠近，只是喜欢上你，只是多了一点点占有欲。我要是说不可以，你会收手吗？不会。那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这不是走个流程，给你一点尊重吗？谢谢你对我的尊重。稿子改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石总晚安，我回去加你微信啊。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，我很会聊天的，表情包超多那种。哎，我再最后提醒你一次了，你这个时候出现，你小舅舅是不会高兴的。我不管，我要看看那个小舅舅是谁。我小舅舅以前从来不带女朋友回家的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。搞不好小舅舅谈恋爱心情好，就不让我去上班了。奇怪，他不应该改稿改的翻天覆地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谁呀？哎，干嘛？我小舅舅不让我暴露身份。你这个官家大少爷，谁不认识你啊？我可不随便跟你扯上关系。这人是谁啊？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那个对我超有意见的领导。现在记者的门槛这么高吗？哎，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心思啊！我小舅舅可不太喜欢他，卡他的稿子卡了好几次呢。当然，主要是因为小舅舅太爱我了。双金谷营养专家，以爱为营，共成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人呢？小娇娇呢？斩男色，果然有小娇娇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回老宅吗？我来给你送酒呀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应该早点给你送过来。万一你忙起来又没时间去外公家吃饭怎么办？放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省得明天打工起不来。你现在最好有点打工人的自觉。小舅舅，你怎么不留下小娇娇呀？什么小娇娇？就是刚刚跟你一起喝酒的小娇娇呀。这么晚你怎么不留下人家？是因为她长得不符合你的审美，还是她拒绝你了？还是说你太久没谈恋爱，你害怕了？实验到底行不行啊？对啊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人表白，他听完就把我轰出来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实验他是男人吗？
现在我确定他是个男人，只不过是个幼稚的男人。实业幼稚？对啊，什么叫男人至死是少年啊？男人啊，口是心非起来就没有女人什么事儿。你没看过霸道总裁文吗？男人越喜欢你，哎，就越不承认；越喜欢你，就越要欺负你。实验这种就是。秦时月，你脑子里面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么晚把人家叫到家里来喝酒，喝完了又马上让人走，没有片刻温情。天哪，小舅舅，你不会是变态吧？你说的这个是变态吧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，你意会一下好吗？不然他为什么非要卡你的稿呢？因为我的稿子确实有点问题。当然这是一部分的原因，但最关键的是他想吸引你的注意，肯定对你有意思。哇，我真的很佩服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哈。这是姐通过无数次实践证明得出的结论，正所谓实践出真知。招数虽老，但有用。不过你今天怎么会突然跟他表白了呢？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为了我那篇稿子。不是你说让我……那我怎么感觉有那么点不对劲呢？孤男寡女，气氛氤氲，你还莫名其妙跟他表白了？会不会你早就不自觉的对他心动啊？你好好想想姐姐的话吧，啊！我不跟你扯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其实我觉得他也对你有意思，如果你们俩都有意思的话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趁热打铁。走了，拜拜。饭菜吃完别浪费啊。谈恋爱这种事情，你得学学关系，别那么不解风情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人家，你得主动一点儿，把人家叫到家里来，你就应该趁热打铁。哼，我看你还有时间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说明杂志社的工作的确很轻松。要不这样，你直接来云创做事，省得虚度时间。不了不了，小舅舅你早点休息吧。在杂志社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，我今天8点多才下班呢，忙了一天，可认真可辛苦了，我也得回去洗洗睡了。少在我这儿卖惨，没用。还有，省省你买酒的钱。实验没说不让我追啊，那不就是默许了？那还等什么？是多怕别人搜到你的微信啊，施总。我到家啦，石总，你休息了吗？我想你一定很忙，你只要看上一条的前3个字就好了。
网上的段子又能表心意，又不会太肉麻，刚刚好。今夜阴转小雨5到12度，明日阴转多云3到10度。近日仍有降雨天气，适逢工作日，提醒您合理安排交通出行，注意保暖。小舅舅，谈恋爱这种事你得学学关系，别那么不解风情。如果真的喜欢人家，你得主动一点儿。都把人叫到家里来了，就应该趁热打铁。想念的余味，是落雨后思绪纷飞。想着你的身旁迂回，相遇时却口是心非。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，有微醺的退订？师爷，你有毒吧？石总，刚才乐安科技那边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我们的资金池计划他们已经看过了。陈总那边表示，虽然资金池对于他们未来的技术研发有一定的保障，但是现阶段相对于猎影的收购价还是有不小的差距，所以他们很关心您上次提到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。石总，我们上次的报价已经是我们能给到的最高的价格了，虽然有涨幅，但肯定比不上收购价格。僵持在这儿，会不会迟则生变？我知道了，先去忙吧。有空吗？见面聊聊。舒怡姐，早。早啊，石月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口红好好看呀。送你了。啊？果然不是，他好像平时确实从来不用那种色号。哎，这李书怡好像又被林创那边卡了好几次稿子，他好像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。你又知道他不是得罪人了？碰到卡稿又不给意见的客户，真是太惨了。这么说来，舅舅可能确实是亲舅舅。但甄书意应该就不是小娇娇了，谁会忍心故意让自己的小娇娇受苦啊？那还是人吗？不过，我小舅舅可能就好这口，感觉他是能干得出这种事儿的人。甄书意啊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卷呀？好歹让我们喘口气儿吧。拿下官氏是明玉云创关键的一步，官氏在这个节点请玉游回来，石燕又去了他的欢迎晚宴，这就开始选择下一个选题了，还让不让人活？怎么那个实验彻底搞定了？
基本上吧。玉游的专业意见对官司的决定应该很重要，跟他聊一聊，肯定能得到不少线索。其实实验想干什么不难猜，但关键是他每一步到底怎么走，读者一定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可以了，全是实话。上次攀岩，这次射击，你可真不像个大学教授。那你也不像个富二代啊。其实 Bruce 也有些与众不同的。怎么说？国内的市场很广阔，你给 Bruce 开出的条件又非常吸引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 Bruce 跟我一样，喜欢刺激、冒险和挑战，所以待遇跟条件并不是他首要选择的因素，所以不能用固定思维来猜测或者是判断他。下周他就要来了，想好怎么说服他了吗？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和你都喜欢做一些有趣又有挑战的事情，其实 Bruce 也一样，有趣、挑战，缺一不可。那你是又为什么愿意回国？其实国内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好，而且还可以认识像你和关季这样的朋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个人就很有趣，做的事情也很有挑战。明明可以接手明运集团，让大家都开心，但你却选择自己创业搞原创。跟你一起共事，难道还不够有趣吗？原来我这么让人讨厌啊！不过我认为，既然我能把你吸引回国，那一定也能把 Bruce 吸引来。而且我有这个自信，陈康身上的精神是能打动 Bruce 的。抱歉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玉教授，我是郑书意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郑记者，我当然记得。是这样的，上次时间仓促，没能跟您好好聊聊。我想约您下周的时间，想请教您一些专业上的问题。好啊，当然可以。那我看一下时间，晚点回复你。好的，那太感谢了。好。我可以追你吗？走，再来一局。主编，我采访关季的稿子已经最终校对过了，随时可以排版下场。主编，主编，石总已经口头说过了，名创很快就会正式回复，这版稿子应该没问题了。书意，我们知道这次你也不容易，但做事还是要顾全大局的。这口头说过就能算数吗？头版内容可不是儿戏，万一出了问题，这责任可就大了。我对我的稿件有信心，而且石总也答应我，今天一定会给我邮件确认的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自信有什么用呢？万一真出了问题，你怎么负责？辞职走人吗？既然说好了是今天回复，那就等到今晚12点。云串那边如果再没有回复，或者是没有通过，那这期的头版就上雨林的稿子。我没问题，你呢？我也没问题。刚刚你好像不在状态，不像你的水平啊。
石总，江湖救急，我的稿子你昨天说过了，麻烦尽快给我确认啊。是吗？再来一句啊。郑记者，石总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，他应该在忙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实在莫能助。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没通过就是没通过呗，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咱们做新闻的做事就是这么严谨，说12点就12点，少1分少1秒都不行。